這是第8集，問題是可不可以教一下怎樣捏出漂亮飽滿的包子手法？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讚收藏起來反復看。首先要告訴大家的是，要想捏出漂亮的包子，从和面開始就要把控細節。比如說咱們和面的水量，如果說你想讓這個包子蒸好之後紋路更清晰，這個面就不要太軟。所以这个水量，咱們今天準備的是180個面，咱們就放了85克水，也可以減到80，這樣稍微硬一點就好看。如果說這個面你和得軟了，蒸出來之後呢，它就完全沒有紋路了。還有一個細節大家需要注意，這個面成團之後呢，咱們很多人直接就包起來發了。其實呢，這個時候呢，它表面的水分是不勻的，咱們需要稍微收一下。表面的水分收勻之後，發酵完成，它表面才不會粘。揉起面來更容易把氣泡給排出去。還有一點大家需要注意，咱們撒乾粉的量呢一定不要太多，根據這個面團的硬度來選擇面粉量。下一步呢就是把面包裹起來，醒面也好，發酵也好，時間一定要充足，讓面筋徹底鬆弛下來。面醒好之後你直接取出來，這個時候摸上去呢，它的手感就是軟硬適中。這樣的話，咱們捏包子的時候才不會撕扯爛面皮，因為鬆弛過後，這個面筋的彈性才更足，也捏出各種各樣的造型就更容易。另外，咱們搓這個劑子條的時候，一定是光面朝外，這樣你包好的包子外皮才會好看。同時記住，捲的時候一定要捲緊，不要太鬆垮。假如說裡面過空，你擀好之後的面皮裡面夾雜大的氣泡，你在包的時候呢，很容易厚薄不勻，有些地方容易爛，飽滿好看這一說也就沒了。下一個細節，揪劑子，劑子呢盡量給它揪得均勻一點，然後這個形狀不要歪七扭八，啥造型都有，只要前面這些都正確，咱們下一步按這個皮兒的時候，大家可以看它就是圓的，這樣就可以確保擀的皮兒是圓的。面皮擀得越圓，咱們包出來之後自然就會好看很多。下一步擀面皮兒，咱們盡量不要把這個面皮擀得又大又薄，而是擀得勻一點，稍微偏小一點，這樣包出來才好看。假如咱們面皮擀得很大，放餡呢又不足，包好之後呢，它就鬆垮，容易扁。上述細節調整好之後，接下來就看手法。我們取一張面皮兒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中間有個鼓包，然後呢，把這個餡放在中間，不要用力去按，像這樣輕輕撫平就好。假如壓的力量太大，下面容易變薄，容易掉底。接着開始包包子，大家仔細看，咱們左右手搭配合理，這個呢往前推，看到沒？這個褶是往前推一下，然後另外一隻手指是擋住它，這樣它就形成一個彎兒，你就把這個彎兒給它捏住，就是一個包子褶。這個動作一定要稍微慢一點，盡量讓它保持大小差不多，這樣你捏出來的包子褶才深。蒸出來之後，它的紋路自然更清晰。大家可以看，捏完之後不要着急放，在手裡面像這樣給它團一下就圓了。然後再看一遍，大家要記住，放下的時候不要用力按，不要把底壓得太薄，不然它容易粘底。所以說呢，很多朋友蒸包子的時候一提，包子底兒掉了。然後捏褶的時候，咱們右手往前送皮兒，左手擋住，讓它形成這樣一個彎，然後把這個彎捏住，它就是一個包子褶。每次送的幅度盡量保持一致，這樣咱們按部就班往前面去擀，到最後這個收口位置就會越來越小。如果說你是往外翻着，那樣的話它就會越來越大，所以呢要向內扣一點。大家再來看這個地方，像這樣輕輕的把餡兒撫平在中間鼓包位置，然後捏褶的時候呢，手上粘了，沾上一點粉，沾上粉之後呢，咱們像這樣還是往前推，推的時候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們這個手呢是稍微的往內有一點扣，而不是往外翻。假如說往外翻，到最後的收口呢就比較難，所以略微內扣，捏到最後它這個口就會越來越小，然後你封口也簡單。再來一遍，大家看到咱們按好之後，手上沾上一點粉，然後包之前是右手往前推，然後左手擋住，你可以用力也可以不用力，就擋在前面就好，這樣你往前推的時候它就會形成這個彎，這樣你就很容易能把它捏住，而且捏的還特別結實，也不會滑掉，也不會變小，也不會露褶。
隨後就會變得越來越小，捏上更容易。总之，捏包子呢一定要注意，所有的細節都做到位，你最後呈现的效果就越好。最後還要提醒大家，要想把包子捏好，多練是唯一的法門。熟能生巧，說不定你也能发明屬於自己的手法。好了，视頻就到這裡，咱們下期再見。